觉得蛮好吃。好吃。我会做炸物的出来小菜那么强啊？知道是什么味道吗？杜老爷。原本是一台小摊车在一中街，什么原因让你们决定要变成一间店面？ Hello， 欢迎来到探店，我是陆冰，我是小野。我们现在人在台中的北区，这家店呢，它就是舒服所在。它原本是一个一中街里面的小摊贩，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蛮漂亮、蛮舒服的一间店。那它这边的交通资讯呢，开车来稍微不方便一点，但附近有中正公园，下面有一个地下停车场。那我们今天是骑机车过来的，相对的比较方便一点。点了一整桌的他们家的菜，想要来分享给大家。因为我们之前就吃过他们的外带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他们店里面来吃他们的热腾腾的饭菜。我们就从它的炒面开始，这是它的松露炒面。第一次看到松露搭配这种传统的台式的面哦，那我们就开动了哦。蛮妙的。我们都会觉得松露应该要搭配意大利面的那种面条。那我觉得意粉蛮讨喜的。但因为我个人不喜欢松露。对，他不喜欢松露。主要就是看你喜不喜欢松露。如果你喜欢松露的话，你可能会蛮喜欢这道菜。当然，我觉得里面的蔬菜也是非常丰富啊，而且是鲜甜的，分量我觉得算蛮大的。再来我们要吃的是它的沙瓦迪卡，它其实有点像印度的那个饺，里面有放很多的纯素起司。吃这个的时候大家要非常小心跟注意哦。它真的是会爆，我觉得蛮好吃。好吃，我喜欢。酸酸甜甜，对，小时候小朋友会很喜欢的那种味道。我觉得它偏甜，但它搭配在这里面吃起来很讨喜。那有一点要记得啊，它这个是可以做奶素，可以做全素。不吃奶蛋的人，你要记得你要跟它换成全素起司。哇，好吃好吃，我喜欢这个。那再来我们就吃它的酱香炒饭啊，一样它可以选择蛋素或全素。蔬菜跟蔬果放的很多，你不会觉得没有蛋，很单调。还有高丽菜、青江菜、玉米笋，有香菇、杏鲍菇，所以它其实口感是很丰富的。因为这一盘的价钱跟刚刚炒面一样，是单点120，升级成套餐的话就是180。套餐就是多了5个小菜，然后还有一盘的小水果。我觉得蛮划算的。对啊，蛮够的，蛮划算的。它小菜是每天都不一样的，就算你住附近，然后如果每天来吃的话，你不会觉得无聊。再来我们有单点它这个糖醋排骨，是油条加芋头。我觉得可以耶。酱调蛮刚好，不会过甜，不会过酸。它的油条跟芋头的那个香气是有出来的，而且我觉得它酱汁给的够，就是它现在底部啊还是有蛮多酱汁的。北区的朋友好开心哦。舒服所在的招牌炸叔叔，他们之前在一中街就叫炸叔叔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道就叫炸叔叔。那它里面有什么？高丽菜、芋头、地瓜、花生。哇，4个！以前妈妈都会做这个。对。我喜欢它的粉浆，炸出来是非常脆的。我觉得它椒盐在上面撒的分量也蛮刚好的，它不会重到让你把蔬菜的甜味盖掉。高丽菜真的很甜，它炸下去整个有点焦糖化的那种甜味，整个就被释放出来了。难怪是招牌。再来就是它的好大鸡排，那好大鸡排我们是点套餐啊，有5个小菜，再加上1小盘的水果。这杏鲍菇很鲜甜，会有点汁跑出来，咬起来的口感是湿润的，然后再加上外面那个地瓜粉炸出来那种酥酥脆脆的口感，蛮好吃的。主要是它分量很够，它这饭不小碗哦，4样菜这样放的也都是堆起来的。试试看它这就是这个套餐的小菜，是便当店很好吃的那种梅干笋干这样。他们家小菜很好吃哎，小菜不错。因为有时候我不一定会想要吃主餐，因为毕竟一个套餐下来245，有点稍贵。如果我一餐中午要吃的话，外带餐盒，有有。它外带餐盒135块，内容没有变哎。他说唯一有一点小落差是因为内用的话，它的分量会比较多，但你外带的话，135块菜是一样的，很划算，但。还是推荐大家带自己的餐盒过来购买，我们能够减塑就减塑。吃吃看他们副餐的酸辣汤，
吃完是舒服的，而且它里面料真的很多。你没有讲，我还没有发现，我到现在没有说觉得负担很重，或是觉得喉咙有不舒服的感觉。点这种套餐有点台式定食的感觉。可是它的呈现出来会觉得哦，好像那种日式的家常菜的那种风味。我喝完了，好喝。再来是单点的小菜油焖笋，它这个就是固定在菜单上面。然后我们刚的配菜就是它每天会不停的换。这味道怎么又不出来了？它有个类似动物油脂的香气，有一点鸡油的感觉。我们在思考它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笋子原本就是很鲜的一个食物，然后它用油封鲜味完全保留在这里面，完全不苦涩，必点。但我觉得笋子这种东西也是季节限定的啊。怎么会做炸物的出来小菜那么强啊？再来这个算是那种比较像 party food 了啊，洛梨沙沙酱。那皮皮，这个是洛梨沙沙酱皮皮。那为什么是皮皮呢？因为它其实可以换，这个是蛋饼皮嘛，对，然后它可以换成薯条，或是波浪薯条，或是波浪皮皮薯条。没有这个。哎，有个蒜香啊！我觉得是椒盐跟洛梨沙沙酱的蹦出来一个令人有蒜香的感觉，不是生蒜，是蒜粉，对，蒜粉是蒜粉的味道。我现在会想要外带他们家炸物哎。再来就是他们家的甜点，他们的豆乳冰淇淋。那我们今天运气比较好，它刚好有4种口味。听说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芋头口味，铁观音，然后巧克力跟原味就是豆乳。内用的话，豆乳冰淇淋都是这样子装，里面有2球。它上菜的时候会询问你今天要什么口味。浓豆浆，拿去冰箱冰，退冰让它有点变冰沙的时候，就是这样。它不是说单纯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出这种冰淇淋的口感，味道跟口感现在很像这样，很浓郁的那种很厚的那种豆乳味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蛮好吃的。有一个奶精的味道，我觉得蛮厉害的，让我出乎意料，好吃啊！第一次出现的芋头，够，好香哦。芋头的口味我蛮喜欢的。它这尾韵都会有个奶香哎，芋头也有一个蛮香的奶味。再来就是它的巧克力了，巧克力。等一下这个就变巧克力牛奶。你知道是什么味道吗？那个1桶的那个杜老爷。因为我以前是会抱着杜老爷边看电影边吃的人。巧克力豆乳很好吃哎。他说拿杜老爷出来回我。杜老爷很甜，它没那么甜。本身我直接单吃豆乳口味的话，我会觉得比较快腻。那它这个巧克力，因为有苦。我怀疑他原本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要做炸物。吃完3个人眼睛瞪好大。是杜老爷啊！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边的座位资讯好了。它座位大概好像有8桌的双人座，然后有2个是4人座，所以它的位置不算是非常多。客满的时候会有用餐的时间限制。在这边我们刚刚吃到现在一个小心得，餐点的多样性也蛮丰富的。肚子饿的时候也可以来点盘炸物，点杯饮料，点个小甜点，也可以当下午茶。然后坐到晚上再吃个主餐，然后跟朋友3、5好友，下午一起来喝杯饮料啊，吃东西。我现在第1名是这个巧克力。如果我真的住在附近的话，我可能会常来买它的外带便当。我来这边必点的会这种萨瓦迪卡，炸酥酥要点，炸酥酥一定要点，炸酥酥好吃，这是他们家的招牌。油焖笋真的很厉害，蛮厉害的。对，我觉得炒饭也不错。炒饭然后升级成套餐，这样180块，它的小菜好吃。然后再点个油焖笋，再点个冰淇淋，这样啊。炸物就跟好朋友一起 share。刚刚我们开头有讲，他们这边原本是在一中街一个小餐车，然后到现在变成一间店。我们也蛮好奇他们这中间过程的一些风风雨雨。我更好奇他到底怎么做出杜老爷的味道。我更好奇他是不是原本想开冰淇淋店。我们去问一下老板。那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创办人妞妞。想要问说，就是我们知道你原本是一台小摊车，在一中街，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决定要变成一间店面这样子？主要是因为摊位真的很可怜，风吹日晒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蟑螂、老鼠，你根本挡不住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
如果之后要让大家有一个好的环境吃饭，那就一定是要找店面这样。然后刚好找到这间店，我们这间店全部的料理跟手艺就是他跟我妈妈学的，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就是传承，对不对？家庭的味道。对，我们一开始没有想的这么深，没有觉得要赋予这么大的责任，应该说小菜这么厉害，有妈妈的味道。对，真的就是妈妈的味道。摊车，然后到现在进一家店面过程中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一定有啊，超多。在一中街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想过风吹日晒的问题。有一天去打开冰箱，全部食材都坏掉了，太热了，然后就跳电，丢食材丢得很心痛。感谢那时候的困难重重，才会让我们造就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。大家如果吃得舒服，然后很快乐的话，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这样子。困难的话，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解决就好了。在这段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自己觉得最印象深刻，或是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？我觉得，因为小时候朋友到家里吃饭，吃完之后都说啊，我们家吃素，不好意思，他们说吃不出来是吃素这样。我们很希望给客人是他回来吃饭是很舒服。如果客人今天吃完然后很开心走出去，然后是笑的，然后跟我们说，你们餐点很好吃。就我们就会很开心，这样就是唯一的热情之处了。不然服务业真的太辛苦了。我觉得这就是最高境界。对啊，就是让大家来吃啊，吃得开心，吃得满足，然后也有饱足这样，但是不会觉得今天有什么落差。就是这么好吃，本来就很好吃，这样好吃啊。对啊。如果今天有朋友或是有认识的人跟你请教说，他也想要开一间素食餐厅也好，或是想要往这方面去从事的话，你会想给他什么意见吗？他们说你神经病吗？真的会啊，真的会。我一定会先让他知道很辛苦这件事情，真的不是说你放假就放假，你要有心理准备接受这些挑战。如果你真的有了，那你就做。那其实你没有也没关系，你也是可以做，只是你做了之后，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收掉。你会推荐他往蔬食的方向去前进吗？对我而言，就像我刚刚想要给荤食的人是一个很舒服的体验。相对的，我也觉得我们今天多一餐是蔬食，就会少一餐是荤食。有时候选择在你身上，然后就会造就其他的后果。这样，我今天要赚钱，那我就不再加害在别的动物身上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念。我想要赚钱，但是我想要在一个没有伤害的条件之下赚到这样的钱。刚刚也听到牛牛一直在分享很多的舒服，就是想要不管给任何人来的客人也好，或是荤食者的也好的感受都是舒服的，所以他的店名就叫舒服所在，对，蛮酷的。今天的访问就先到这边，那谢谢牛牛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录到这边。对，就大家有经过的话，真的蛮推荐可以进来点吃看他们家的餐点。对，然后炸物也好吃，炸物啊，他们的小菜啊，然后到最后的甜点啊，都是完美。喜欢这一款，记得把我们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没有忘记追踪我们 Facebook、IG 哦，拜拜。拜拜。